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节目的大主题，我们会来关心这一场美伊战事，伊朗的杀手锏曝光了。川普在这个时候呛说，他接下来可能会炸，包括了伊朗的电厂。伊朗则是喊说他会跟美国同归于尽，并且祭出了各式的攻击，包括了发动的是纳斯尔2的10连击，精准的复仇美国。范斯则是认了，现在光靠武力是赢不了伊朗的。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密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欢迎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开始，记得帮我们按赞，点下这个热推荐，写下思敏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做回复，并且加入会员频道吧。今天的美伊主题，我们赶快来看到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析。第一个，川普喊话了，他下周再继续打下去的话，会炸伊朗的电厂、桥梁，现在都已经到这些民用的设施了。伊朗反呛，他要让整个中东的基础设施跟着一起陪葬。美伊冲突进入了全面毁灭战吗？第二件事情，伊朗的纳斯尔2号连续的10波攻击，专门打击的目标非常的清晰，当中包括了美军的雷达系统、燃料跟指挥节点。美军的军费现在已经是烧到了1000亿美元了，这场战争到底是谁在消耗谁呢？第三件事情，美军宣称他封锁了荷姆兹，但是现在航运的公司是拒绝接受美军的护航的。伊朗它现在看起来是靠着飞弹、无人机、海上威胁，已经完全突破美国的海上优势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中东战场可以说现在是来到最危险的时刻了。来自于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的证实，16日再度的发动对伊朗的第6波打击，锁定的目标包括在伊朗南部的沿海城市哦。它的目标是要削弱伊朗的军力，并且持续在海上也做封锁。这一次的封锁，美军迫使了3艘船试图突破封锁线的商船是全面的大转向了。再来看到伊朗的国营媒体也正式的证实了，确实美军针对他们的这个攻击力道是非常强大的，包括去攻击它的机场、火车站、桥梁都变成了一个目标，包括伊朗当地最大的一个港口也挨轰，2座靠近荷姆兹海峡的重要桥梁也被炸，造成2死4伤。这个时候，美国继续的呛虾，来看到官方怎么说的。林威特补了一句：因为是伊朗的问题，他当初违反了承诺，所以遭到制裁。德黑兰已经主动的求和了。真的吗？德黑兰有求和吗？伊朗的外交部最新也直接回呛，美国犯下多起战争罪，攻击的是民用的设施，公然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因此，革命卫队立刻是展开新一波的攻击行动。这一波的攻击行动是纳斯尔2号的第10波攻击了。首先，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是，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宣称的已经袭击了在叙利亚当地的美国特种部队指挥中心，摧毁了当地一套雷达系统，数架特种部队所使用的直升机，造成大量的美国人员丧命。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那除此之外，还包括了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也被袭击，包括当地的预警雷达被摧毁。还有在巴林的这个基地，它当地的这个燃油站也被炸毁。7月份到现在已经有10波攻击了，横扫包括了在科威特、巴林、卡达到约旦等4国的美军基地。伊朗现在专门打的3样东西，包括了感测器、燃料设施跟指挥节点。川普说了，再打下去的话，下周继续的轰炸，锁定的是当地的发电站跟桥梁。那么革命卫队再回呛说，美国真的敢这么做，攻打基础设施的话，接下来中东所有完好的基础设施都变成伊朗的打击目标，看起来是要把它整个波及到中东的盟友们去做攻击。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厉将军如何看这一波双方所发出来的战略讯号。川普他也喊话，下周会去炸电厂跟桥梁。伊朗说，你这么做，我就会摧毁所有的在美军在中东的建设。真的话，这一波攻击会一路升级到底吗？还是跟过去一样，川普可能会 tackle？ 厉将军怎么看？首先这个伊朗的战果，这边也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个最新的一个战况哈。伊朗这一次来讲的话，纳斯尔2号现在最新的一个讯息是，这个美军部署在伊拉克叫做库尔德斯坦的这种埃尔比勒国际机场的爱国者
3的导弹基地已经发生殉爆被打了。同时，在这个时间，美军准备空袭的 F-35战机也在波斯湾上空发出7700的代码，7700代码就是代表它要紧急迫降。所以美军在这一波跟伊朗的战争，我们看出来它的战果并不如他所预期的这么好，甚至于很明显的在这个在战况上面很明显吃了暗亏。所以我认为白宫发言人李威特他所讲的话是谎言这个现在来讲，我不认为德黑兰会主动求和，因为之后的这次的战争，很明显的是伊朗主动求战，那美国很明显的是被迫应战。那伊朗他会主动求战，代表说他在战前已经做好各项的作战的计划跟准备，他才发动这一波的攻击。那美国很明显的是被迫应战，伊朗是怎么样主动求战呢？他借着攻击经过荷姆兹海峡的这些油轮，他说你只要不按照我规定的航线来走的油轮，我都攻击那再说，那他所规定的就是要走他靠近伊朗北边的拉拉克那个岛的航线，但是很多油轮是要走南边靠近阿曼这个航线，那你只要走靠阿曼的。这个伊朗就发动无人机对你们来实施攻击跟打击。那美国为了让荷姆兹海峡能够保持畅通，所以他这发动一波对伊朗的这一波的反击攻击。所以你说这次行动很明显的是伊朗主动求战美国是被迫应战。那为什么我讲说美国被迫应战？因为我们从之前包括到这个伊朗美伊双方 MOU 签了协议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在很多动作已经做了战略退却的动作，包括他将部署在中东地区的 B-52轰炸机这些还有在约旦基地的战机都已经加油机都已经撤回了。另外也看到他将这个林肯号航母向后退了200多公里，这都是报章媒体有披露出来的一个确实讯息。所以很明显的，美军来讲已经准备做战略转移，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事实上已经耗费了4个月这个包括到林肯号航母已经200多天没有靠岸休息，大家都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很明显的，美国撤退，但是这时候伊朗很明显的就不让你走，我主动采取攻势。那美国现在能够处理的大概有3种方案。第一种方案你就必须要直接这个对伊朗内陆地区的所有导弹发射基地、无人机发射基地来实施攻击，不然的话，它在内陆它一样可以打得到你波斯湾。经过荷姆兹海峡船只，它的无人机射程可以高达300多公里导弹射程甚至于上千公里，它要攻击荷姆兹的这个船只来讲话，事实上是轻而易举。那我们现在看到今天为止，美国只能对伊朗的沿岸地区来发动攻击，但是并没有看到它对内陆重要的导弹发射基地来发动攻击。是第二个，美国能够采取的就是要靠地面作战。如果说你不采取地面作战来讲的话，事实上没有办法拔除伊朗这些沿岸的这种对荷姆兹海峡油轮构成这个威胁的这些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导弹的基地，或者是甚至于无人艇，你是没办法拔除的。那你就必须要控制荷姆兹沿海的这7个离岛。我们昨天有讲过，大不通、小不通和拉拉克这些岛，你如果说没办法用地面控制来讲的话，这些岛一直都掌握在伊朗手上，它就随时可以对通过荷姆兹的海峡来发动攻击那第3个，我觉得川普可能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回归到谈判桌上面来跟伊朗来进行这个来继续谈判。但是如果说这是对美国来讲是损害最少的，你继续打下去，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马上面临的国内的选举，马上面临选举压力，还有美国这次战争这个预算的膨胀听说将近花了上千亿美金，那老百姓已经受不了。所以美国如果说愿意跟伊朗谈判来讲的话，那当然会中了伊朗所望所求，那伊朗会对美国来讲的话，在谈判桌上面会要的更多。这也是川普到现在为止他进退两难，他不知道干嘛，打不下去打你可能没有做准备，谈的话那你必须要这个割更多的肉去喂伊朗。所以说，我觉得川普来讲的话，现在面临这个举步维艰的这个困境。
好，所以这场战事打到现在，从7月份这种大规模的攻击，现在看起来整体来说，伊朗还是掌握目前的战争的主导权。那美国有一点是被迫应付，跟着打下去。那尤其我们也来看到细节，这次伊朗也是锁定它的目标是非常的精准，它有锁定它的目标，像是专打美军基地的雷达啊、燃料设施、后勤节点、指挥中心。那这当中背后的战略策略是什么？再来就是刚刚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说这个美军在叙利亚当地的特种指挥中心也被摧毁哦，一套雷达系统跟数架的直升机等等，这对于美军的伤害又有多大？那将军怎么看？那这一次伊朗大概2个目标，第一个，他专门打美军驻在中东地区的有生战力，后勤就是有生战力，因为大家彼此消耗战，那消耗战后勤第一啊，把这些不管是它的油库，或者是燃料，或者是弹药库，或者后勤维修中心炸掉，这是有生战力。后续的有生战力，美国所能够发挥就相对有限了。所以你看注意看，这个就是它摧毁有生战力。第二个，关通系统，因为关通系统是预警的。那伊朗过来的是导弹打美国，伊朗过来的是无人机打美国基地，那它让美国在这方面预警能力降低。那怎么？我打你的关通系统，打你雷达站，让这一方面呢没有办法能够充分的能够掌握预警，那你的整个的作战的预警时间跟空间就很短暂。再来就是说，那这个关通系统也包括了作战指挥中心，这个是指挥管制。那指挥管制包含纵向的指挥管制，横向的指挥管制都会受影响。这样美国所能够发挥的统合战力，战力值就会慢慢下降。所以伊朗它这个就是打了战略考量是这个样子。那战略考量，那美国自己呢？美国自己它就有些短板，因为美国住在中东地区，不管是科威特、叙利亚、伊拉克，但是叙利亚因为稍微远边了，伊拉克稍微远边，最重要是科威特、阿联酋、沙烏地阿拉伯、约旦，也包括巴林，那这些驻军的话，美国总共19个驻点，它在驻在国是分散，在当地国的时候是集中在那个基地，那你你一集中，你就很容易被打。如果你分散的话，我让你离伊朗，我那么多那个地方，让你不知道你要打哪个是重点，我都分散屯除，保持我这个战力保存能够做得很好。没有，你在驻在国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它比较好管理，但是你这个刚好被伊朗专门就打你这个几个地方，比如经常提到的这个思敏提到什么乌代德空军基地啊，什么在巴林的什么第5舰队指挥中心啊，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都在集中嘛，那这个集中刚好就被打。那美国有3个短板，第一个。人数少，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呢，常态保持5万人，那有15000人在科威特，所以科威特是最多。你能够发挥多大战力？那你就要靠你说你有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毕竟在阿拉伯外海，毕竟距离伊朗比较远，战略威慑能力就会比较弱。第二个，因为过度集中在大营区，那你能够发挥战力保存、战力防护的效果就相对有限。因为你都集中在大营区，这是没办法改变的嘛。你现在说我现在要分散，你现在怎么分散？现在是打仗状态，你怎么分散？所以没有办法。第3个，美国的补给线太远，要在美国，在英伦三岛，然后要过来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包含西班牙不让美军过境，意大利也不让他飞机飞过去。那美国补给线太远了，感觉到鞭长莫及。而且会劳师久顿。你在这个状况之下，所以美国能够发挥的统合战力就会相对有限，这也是伊朗看准的地方。我就打他后勤指挥中心，因为什么？你补给线太远，没有那么快可以递补上，那我伊朗就有时间上的优势。好，但我们也来看到说，现在呢，其实美伊双方也在力拼的，就是要持续的掌握这个荷姆兹海峡的主导权。那最新消息，我们看到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呢，多家的国际航空公司根本拒绝美军的护航行为哦，甚至有航运业者直接喊出了一句话，他说：“美国似乎无法控制局势。”好，除了荷姆兹无法控制之外，我们来看到的是，现在伊朗也还没有祭出他的杀手锏，包括呢，伊朗的最高指挥部已经画下红线了，绝不允许美国介入荷姆兹海峡，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那接近胡塞的人也说呢，飞弹跟无人机现在已经部署在曼德海峡附近了，只等待伊朗来命令就会来同步
部锁定曼德海峡。另一方面，美军的军费则是持续的高涨，现在最高已经喊到军事支出是达到1000亿美元，远超过官方当初公布的310亿美元。那赖老师怎么看？目前包括了航运公司的态度，他们还是不愿意买单川普。那川普接下来会怎么做呢？难道拉着全球跟他一起陪葬吗？还是想个办法找个台阶下吗？赖老师怎么看？川普搞砸了，他也没有什么台阶可以下了啊，因为他一直说伊朗要跟他求和，要跟他谈判。那伊朗已经用行动啊，用行为来证明他没有要求和，没有要谈判。为什么？因为他还是继续的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采取猛烈的打击，而且已经打到更远的约旦了啊。约旦在过去是美国前沿基地中的属于比较后勤补给的一个后备预备队的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但是在这一次伊朗的攻击，很明显的你已经看到了，它遭受到猛烈的打击。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噩耗，是坏消息，因为 F-35也好，或者其他的指挥中心、雷达，因为过去的 SAR 系统就是装在这个地方来保护它的大本营的安全，但是很明显的现在已经被突穿了，被打了。所以对美国来说，当约旦被打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比科威特、比巴林、比其他的所谓的第5舰队的司令部被打，其实这个消息还要严重。对美国来讲，这个事态更加的严重，是因为那些很早就被打了嘛。对。那军队也已经有生战力也已经是转进了，撤到其他的一个地方去。可是问题就在于约旦呢，约旦相对来讲过去是比较安全的。但是现在已经遭受到这个伊朗的攻击，美国现在在研究的是伊朗是透过什么途径来对它进行攻击。好，既然美国没有办法逼的这个伊朗求和，伊朗也没有打算要求和，那双方就僵持在这里，那川普就搞砸了。所以现在还是需要第三方出来斡旋。可是问题就在于川普的没有信用，那怎么去斡旋呢？也就是说，你明明签了 MOU 这个备忘录，那怎么你还开火呢？那你签了 MOU， 你还开火，伊朗反击，你又加码，伊朗再加码，所以整个过程中就是你美国搞出来的嘛。那你美国搞出这个玩意来，你今天却要伊朗来主动跟你说我来求和进行谈判，这个缘木求鱼，不可能的事情。那不可能是怎么办？那他的问题就在于伊朗已经重新封锁海峡，美国也重新封锁伊朗的这个海峡，也就是说，美国是对于伊朗的船舰进行封锁，可是伊朗是对赫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美国无法护航，这问题就在于美国无法保证100%的护航。那既然没有办法护航，哪一家商船愿意冒这个风险？战争被打的这个风险，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的话，那请问一下，这个海峡什么时候能通？所以大家为什么会担忧国际油价又要开始飙涨起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伊朗已经下了一个死命令，也就是一条红线，如果它的能源设施被炸，那胡塞组织就要去封锁曼德海峡。那胡塞组织有没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有。美国有没有能力打通曼德海峡？没有。那一旦曼德海峡被封锁，苏伊士运河就完蛋了。苏伊士运河一旦被切断，也就是因为红海被封，苏伊士运河就没有作用了。一旦没有作用，那你欧洲的产品，尤其是南欧的意大利等希腊的这些产品，你怎么出来？你就只能够从西班牙这边出来绕一大圈。那这个对于埃及的经济财政会产生影响，对于物流会产生影响，对于船运的运输会产生影响。这些地缘政治产生的变化其实是很巨大的。问题就在于你川普有没有能力解决？没有，你只会搞砸事情，你根本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
川普在打中国牌，这一次呢，他面对的问题就是期中选举的压力现在升高了，还有包括他在美国自己内部的民调，跟他在处理伊朗的问题上造成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呢，他现在急速要唯我能压制北京的这种强人形象，给自己美国国内的民众看。所以呢，包括他现在最新在今天早上，他控诉中国大陆介选，甚至说要封杀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记者等等，却遭到习近平反拿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美中的新一轮政治攻防，我们要来赶快看到，就是在台湾时间今天早上，川普发表的这一场最新的演说，一开口其实也不意外，总共只有30分钟。美国总统一开口就说呢，美国的经济已经重回正轨了，美股现在正在历史的高点啊。他说，在他任内，现在呢经济好得不得了。那么他话锋一转，也在批评中国大陆。他说呢，北京啊是否有介入介选呢？他曾经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窃取超过2.2亿美国选民的资料，试图要影响选举的结果。因此呢，川普呼吁说，国会赶快把拯救美国法案赶快过吧，强化一下美国内部的选举制度安全，也修补我们的选举漏洞。除此之外呢，他再度的收紧对于中国大陆的各种限制，包括未来呢，他有特别强调最长期限，也就是这些中国大陆的记者在美国待的最长期限只能有90天。那他也另外说了，其他外国学生啊、文化交流的访客啊等等，都要做一些比较严厉的收紧措施哦。那么表面上，川普再次的将中国定调为最大的战略威胁，但是问题来了，现在大家也在看说，为什么你嘴巴上喊话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威胁等等，但是却不敢升高对于中国大陆有实质的制裁行为呢？尤其是在这个稀土方面，美国政府指控说中国大陆为履约出口稀土，但是呢，我们看到川普至今保持晋升，不敢对中国有任何的动作。那专家也就在特别解析了，是不是因为呢9月份的习川会即将要到来，所以呢要保留给中国一些的余地，不愿意让这个关系失控，免得未来美国还真的是拿不到任何的稀土了。那有关于这一场川普的这个安全演说呢，选举安全演说呢，有一些媒体不买账。我们看到包括了 NBC 还有 ABC、CNN， 他们都拒绝在黄金的时段主频播出有关于川普的这一场选举演说。那么 CNN 也特别做了一个讽刺分析，说川普过去多次质疑美国大选的结果，尤其是在2020年当时败选之后，拒绝承认结果，试图用法律啊、政治手段推翻选举，最终才会引发当时在2021年爆发的美国国会暴动的事件。好，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其中选举逼近，现在呢，川普可以说内外交迫，可不可以说他故意来借由所谓的中国牌来化解他目前的政治危机？那川普也指控中国大陆窃取了2.2亿选民的资料，那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川普在打预防针，在为他的其中选举的败选在打预防针，想把这个责任推到中国大陆的身上。但是我觉得美国选民不买单，美国的情报单位也不买单，美国的舆论界更不买单啊！因为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主流媒体不太愿意把它登在主要的版面，而且不太愿意把它放在它的黄金时段里面来播出。这代表什么？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于川普的这次的演说并不买单。第一个。第二个，当他演说一结束，第一时间很多媒体就开始拆他的台了，还不需要中国大陆出手，美国的媒体自己拆他的台。是为什么？因为美国媒体马上把 CIA 的正式的官方的调查，在2021年的调查报告拿出来，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没有介入美国的选举。2021年一个非常正式的官方的文件在国会，因为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说中国大陆没有介入美国总统的选举。这是这个美国最早的时候的，我们看到美国的主流媒体就已经把这些情报单位的讯息跟川普的指控把它摆在一起了。然后接着媒体就问说，你指控中国大陆有介选？这很有意思哦，是美国的以前的仇中反中的媒体在帮中国大陆说，你既然指控中国大陆有介选，请你拿出证据来。结果他说川普完全没有拿出任何证据。那这一点对他们来讲的话 ，CIA 之前说没有，他是有官方的报告的。你川普说有，
但是你又没有证据，那因此这个媒体他们就说，那我相信官方报告，而不相信你信口开河的，这个最有意思。大陆到现在还不用出手啊，美国内部里面已经先打了。接着大家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美国总统川普在2020年的时候，他是总统还是候选人？他是总统又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更重要的地方是他是现任的总统。他既然是现任的总统，所有的情报机构都掌握在他手中，除了有情报总监以外，CIA 直接向他负责，FBI 的局长直接向他负责，国土安全部的部长直接向他负责，还有这个国防部的军事情报局直接向他负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的所有的情报系统都直接向特朗普负责。川普每天上班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国家安全简报放在他办公桌上，他要先看国家安全简报，国内外的安全跟美国有关的，他要先看。所以这一些讯息都在他办公桌里面。但是问题就在于选举前，他是绝对有权利去动员所有的这个情报力量的，安全力量的。如果在选举前就有中国大陆，那么开始窃取美国的选民的资料，那 CIA 应该有资料嘛？那已经进来美国了 ，FBI 应该有资料嘛？那已经开始介入选举的国土安全部应该有资料嘛？结果所有的资料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川普就是凭空杜造的就说有，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论述，这样的一个论点不利于中美的发展。我甚至高度怀疑9月24号，习近平会不会到这个华府，或是到这个海服庄园去访问？这个已经有一个问号了。我们并不能够用说他一定会去，而是我觉得有个问号出现了。这代表什么？川普开始搞砸所有的事。就在这个地方的没几天，先放出说稀土的这个中国大陆没有兑现，可是马上又有人说，而且不具名的美国的政府官员说，他优先处理没有不兑现如果他不兑现的话，美国汽车工业早就瓦解了。也就是说，除了军用稀土以外，其他的民用的可以用的稀土，事实上还是有在出口，这个都白纸黑字，进出口的海关都写得很明白，怎么会有人来放这个话呢？谁放话？我觉得要追查这个放话者是谁，我觉得这才是关键的要点，因为海关上面有注记，稀土出口到美国有多少，这个是白纸黑字，这是科学证据嘛。好，这个有关于稀土的问题川普也是想说他要好好的处理，就怕什么呢？就是9月份的时候，习近平会不会就拒绝访问华府了？那到时候如果真的搞砸的话，是真的美国剩下的这些稀土是完全都拿不到的，这是川普现在所最担心的事情吗？那厉将军又怎么看？我觉得中国在外交上面已经转守为攻了，这很明显。如果说按照美国的学者他所提出的修习里德陷阱来看的话，他认为说是当有一个新兴的强权冒出来的话，跟挑战旧有的强权，这两个国家势必发生战争，势必发生，不敢说一定是军事上的热战，也有可能是包括经贸、科技等等的热战。那我们用这个理论来检视美中两国，现在不就正陷于一种就是中国可以说是新兴的霸权了哈，那美国是既有的霸权。虽然说美中双方并没有陷于军事的热战，可是我们很明显看出来，不管是在科技方面、经贸方面哈，甚至于外交、地缘战略上面，可以说都互相的彼此在争斗之中。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也改变他的态势。以前来讲，他第一个可能限于自己的这种反击的工具不足哈，所以他通常都是比较选择隐忍的方向，然后等待时机到来哈。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这些年来，不管我们看到中国在稀土方面，他觉得他掌握到了这个有力的反击工具，在经贸方面来讲，他现在是全世界第2大的经贸体，他现在有这个底气，所以他现在开始什么？他开始亮剑。什么叫做亮剑呢？就是不忍不退不让啊，这个态势已经摆出来了。有一句话叫做“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看中国现在在方方面面，在全世界各个方方面面，不管是经贸、科技或者军事都是采取这对等报复的手段。比如说是美国对中国实施科技方面的
制裁，在晶片方面对中国制裁，中国现在马上利用稀土，立刻就反击美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这个现在变成反而是美国必须要隐忍，不然的话，这个如果说美国自己不隐忍，他这个可能中国稀土对他管制以后，他不管是未来在军工产业或者是新的晶片产业，都会受到很大影响。第二个我讲的最明显的，譬如说日本高市早苗冒了那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我们看到中国不管从军事上面派军舰突穿第一岛链啊，或者是对日本也实施20家企业实施居民两用器材的管制出口的管制啊。另外在经贸上面也是一样，美国对你实施关税贸易的这种手段之后，中国也开始对等的手段回击美国。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国来讲有这个底气对付美国，那反而是川普为了这次的选举，他必须要隐忍。好，所以我们一方面也是看到现在美中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博弈持续的升温。那就在此刻呢，在持续升温的同时，现在呢，来自于皮耶最新曝光了一份全球民调，这个民调蛮有趣的就是他这边调查了35个国家来说这个。对于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好感度，那我们来看到35个国家当中有25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现在最新的结果出炉是好于美国的，也代表美中两国的全球形象出现了20年来最大的逆转。尤其我们特别看到几个国家原本应该是比较对美国有好感的，但是现在呢，他们说对这个中国大陆的领袖习近平的好感度比较高，这当中包括了美国的盟友加拿大、墨西哥，甚至还有法国、英国。这个还有德国等等的欧洲大国都对习近平比较有好感，那对川普比较有好感的，包括了现在有这个美国的铁杆盟友，像是日本、还有韩国、还有菲律宾，甚至是印度。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犯了这个3大战略错误，让美国的在世界的好感度下降。第一个，美国有些就比如说他这个川普放话的这一个。时机不对，像比如说要把这个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这个你没有水到渠成，时机不对，你讲这个话，加拿大会高兴吗？你听着都不高兴，你怎么是？还有一个要把那个格陵兰，要把格陵兰吃掉，你丹麦会高兴吗？不可能的，丹麦人全部都反对啊。还有27个欧盟没有一个赞成呢，还有32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没有一个看好哎，那你讲这个话干嘛？做到了没有？时机到了没有？有没有水到渠成？有没有这个气候已经形成？没有啊！你这个不是放这些话，你就得罪人家嘛？你的好感度立刻下降。第二件事情，他犯的战略错误是关税战。你关税打了，大家全部不高兴，而且忽高忽低，一下保护一下给它调整到30%，有50%，还100%的。是你这个摇来摇去然后也没得到什么美国又得到什么甜头。但是问题是你因为关税战，你得罪了很多的国家。我们老百姓，我们做生意的，我要赚钱。结果你这关税战弄来弄去，这个是又要调征港口税，到货又要怎么样？哇，搞得大家鸡飞狗跳，怎么无所适从？你这个想要对美国会有好感吗？不可能的事情嘛，这个是个很大的战略错误。第三个，美国这一次在中东地区尤其在以色列上，美国总共在联合国行使5个常理如果行使否决权，总共90多次，其中50次以上是挺以色列。一票否决，我讲一票，2票就算了，因为你包含美国、中国大陆、俄罗斯、法国，还有英国，你一票否决的，美国用了90多次，50次停。那这一次，从那个以色列在实施那个加沙走廊的时候，到现在实施了6次一票否决，大家都要谴责以色列，大家都要要求以色列不要再进行屠杀战争了。美国一票否决，你看看，那全世界会对美国会有好感吗？对，就让以色列。在加沙走廊杀了巴勒斯坦人7万多人，在黎巴嫩南部地区、黎南地区杀了已经超过4000多人，你看看，以色列人们肆无忌惮，因为联合国没有谴责，为什么没有谴责？美国一票否决，我怎么谴责啊？是这样，点点滴滴，这就是美国所犯下的战略错误，那全世界对他的好感度就会急剧下降。是，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
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科技战来关心 AI 的战场变天了。今天要来看到是 Kimi K3 横空出世，拥有2.8兆的参数，挑战美国、中国的开源反攻，能否改写 AI 的霸权呢？欢迎观众朋友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来做互动。如果您认为未来的这个 AI 霸权会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中，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会掌握在美国手中，留言写2，来跟我们一起做更多互动。好，今天的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做回答。3个火线话题，第一个 Kimi K3 横空出世了，中国大陆现在可以说从 AI 的追赶者已经变成美国很严重的威胁者。北京是否能够用这种开源模式来撼动美国长期的 AI 霸权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发现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就是全球的热门开源 AI 模型的排名，前6名当中几乎全部都被中国大陆的企业给包办了。当中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包括了 DeepSeek。还有腾讯公司到小米，现在都攻城略地了。中国大陆是不是掌握整体的生态布局，在 AI 的部分抢下了科技主导权呢？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美国原本是想要靠晶片封锁压制大陆的 AI 发展，但是逼出的就是中国大陆的自主模型跟它的技术突破。等一下细节我们一起来看。美国是否养出了自己的更强大的科技对手呢？今天就这些问题，我们会做一次深度的剖析。好，人工 AI 智慧战场现在迎来的新变局，带观众朋友来看看，在过去这几年，我们都知道全球的 AI 竞赛几乎都是美国这个科技巨擘在主导，从 OpenAI 到 ChatGPT， 大家都有在使用，一直到后面所引发的是包括了生成式 AI 的革命，许多的这些科技企业也加入一起在这个当中做发展。好，不管是 Google 啊、Meta 公司、Anthropic 等等，都一起投入做 AI。那他们掌握了强大的模型晶片跟 AI 的主导权。但是现在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特别关注这个引爆全球关注的中国大陆 AI 新创公司月之暗面推出的这个新的模型，叫做Kimi 3，好，有几个重点，它就是拥有2.8兆的参数规模，是全球重点来了，它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开源 AI 模型之一，瞄准的就是美国的顶尖 AI 企业，甚至有没有可能超越呢？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那它有哪一些比较好、比较特殊的能力？包括了它瞄准推理，还有程式开发能力跟企业应用可以做比较好的应用哦。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请教将军怎么看了 Kimi K3，号称是全球最大开源模型，可以解读说中国大陆的 AI 已经追上美国，甚至是这个差距已经到非常小了吗？厉将军怎么看？Kimi K3 这个横空出世，它是这个开源的一种模型啊。中国大部分的 AI 都是开源的模型，那美国还是坚持走它所谓的闭锁式的一种模型。那两个国家之间 AI 的发展、企业的发展差别在这边。那为什么我个人是认为说是 Kimi K3 出世之后，那极可能会取代这个美国的 AI 霸权。为什么我这样讲呢？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做开源模型。开源模型它就是开发者将它所这个人工智慧的模型里面的一个程式码，还有它的训练权，这些重要的资料公开。公开之后，它就可以让大众免费的来这个使用，然后来修改以及共享它这类模型所以企业来讲的话，我企业或者是个人，我就可以把这个模型用在我自己的这种部署的机器上面或者是用在我的伺服器上面，然后再后面做修改。这样的话，它第一个就是我企业来讲，我的这个机密的资料，我就不必上传到云端避免泄密。那第二个来讲，我也可以降低我的成本将成本做有效的一个控制，所以既可以有隐私，也可以有控制。但第二个这是我们了解开源的这种模型之后，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说开源模型极可能会取代封闭型的模型，因为全球的 AI 产业以前是谁有最强的模型，谁能够谁有最强的这个模型，它可能可以这个掌控到话语权。
但是现在已经慢慢转变了，现在已经不是谁有最强的模型，而是变成说是谁拥有最大的开发者。那你想想看，如果开源模型它下载在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人，他都可以去做程式的修改、运用来讲的话，它当然 Kimi K3就可能是变成全球最强大的一个开发者的一个模型。所以基于这个理由，它就极可能取代美国的所谓闭锁性的这种这些科技的模型哈。第三个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是价位方面来讲的话。当然哈，你可以说这个中国的这种开源式的模型，它的所拥有的这种token 的这种使用的费用是低很多，将近是比美国。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DeepSeek 跟 OpenAI 来做比较的话同样都是100万个输入来讲的话哈。DeepSeek 它只要0.09美元，那这个输出的话是0.18美元，所以说这个那 OpenAI 来讲的话，它的输入100万 token 是5块，跟这个输出是30块，两者价差，一个是这个输入来讲到达55倍，输出来讲到166倍。那光价钱来讲的话，你知道这个你要去用一个模型，你就必须要去付费嘛。那这个价位来讲就差很多。其实最可怕的不是这个 token 你输入多少钱，是不断的，你知道我们现在要求的这种 AI，它要求它做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必须要给它更多的参数，让它有更多的去计算。在这种状况之下，包括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包括 Uber， 它4月份它光用 AI 来讲的话，它的已经把4个月已经把1年度它公司里面 AI 的预算全部都消耗光了。那它还有能力再做剩下8个月吗？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这个中国的这种模型 AI 企业，它第一个哈，它可以开源是可以变成一个开发者所共享的一个生态。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它也比较便宜，让企业可以用得起。所以未来极可能哈，中国的开源模型这个会取代美国的 AI 霸权。好，所以将军认为中国大陆的开源模型未来有机会取代美国的 AI 模型。那几个重点包括了讲到隐私性嘛，比较具有隐私性。那第二个还包括它比较方便企业去做使用。最后价格的部分，其实呢，这个也有做了一个最新统计。如果以整体 AI 的价格来说，它只有美国的模型的1/10不到而已，而且就能够完成这些高价模型才能够完成的任务。那最先我们来看到数据，确实就是因为大陆掌握了这些优势哦，所以它的开源模型在全球的下载量正式出炉了，数字高达了超过40%，而且呢，在这个全球热门的开源模型当中，前6名几乎被中国大陆所包办，当中包括了腾讯、小米、DeepSeek 跟 MiniMax、智谱等企业。赖老师怎么看？我们先来看看美国自己本身的 AI 的工作者啊，有多少人使用中国的 AI 啊？60%，这个是很惊人的数字哈。也就是说，美国的硅谷的这些工程师，因为他们是高端的，他们不是我们是很低端的啊，所以我们用的是免费的。那像我儿子他是高端的工程师，他用的是非常尖端的，可是他不会只使用一个国家的，也就是说他不会只使用美国的，他也用中国大陆的。那他本身跟我交换了很多意见，有关于中美之间的这个 AI 的模型，他们的演算的一个方式。对于一个这种工程师来说的话，他们当然思考的一个就是美国的闭源使他们觉得不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关掉。而中国的开源，因为它把它的基本的架构开放给你，所以他们可以进入基本的架构里面来自己编写，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安全的。是，因为你是提供给我，也就是说你把架构铺好了，然后你给我用，那所以我随时可以改，改了以后就是我的了。好。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他们当然就是不会只依赖一个，他们是多方的使用。可是对我像我这样的一个这么低阶的 AI 的使用者来讲，那我要使用1个、2个，还是3个，还是4个啊？我当然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工作是什么，我会比较多使用哪一些这个 AI 的系统。再来我会考虑到的是多少钱，因为免费的提供给你很阳春，可是你阳春你满足不了你，你要高端一点点，你要稍微进阶，你要开始付费了。可是你看中国大陆的价格是这样子，中国大陆的价格是白菜价的，有 DeepSeek， 我给你通吃了，中价位的也有，高价位的就是你刚刚讲的 Kimi K3，
啊，它是走高价位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它都有个对标的。Kimi K3它对标的就是 Open， 啊，它就是对标 Open 或者对标我们讲 GPT 啊。那它对标的情形下，它的价位只有它的1/10而已，1/5或者1/6。那这样的一个价格使高阶的工程师他的有限的预算中，例如说我的公司规模不大，那我的 AI 的预算有限，那请问一下，我要买你美国的还是要买你中国大陆的？当然买你中国大陆的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当这一些大陆的 AI 的产品，它的效能跟美国并驾齐驱的时候，那大家马上看到的，那就是价格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性价比。现在大陆在效能方面是跟美国并驾齐驱，因为这次的 Kimi K3被演算出来，是发现跟 GPT 是并驾齐驱的，可是它的价格只有它的几分之几。那你看谁会占有优势？而您所看到的目前的中国的 AI 前几位，因为像这个 Anthropic 那也落后了嘛，也都垫后了，这代表说美国的那几家公司无法跟中国大陆的那前6家的公司来竞争了。这个往后再走远一点，美国就开始走入落后了。所以从领先被追平到最后出现落后的现象，我觉得是会发生的，因为最终还是要价格来决定。好，所以价格成为关键哦。那刚刚这个老师也特别帮我们提到的是说，中国大陆其实包办了，不管是从比较最便宜的价格到最贵的价格，甚至是中价位都有。刚刚提到了嘛，最便宜的价格，包括 DeepSeek 的专门走的是白菜价，那最贵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Kimi， 那它也有中间比较普通的价格是智谱等等，全部都包下来了，是不留给美国活路吗？那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中国大陆这个 Kimi， 我认为一般来看的话，包含 DeepSeek 都有3大优势，因为这3大优势啊，而让美国由领先群，然后变成并驾齐驱，到最后面可能就慢慢逐步落后。那我们可以看这个，第一个开源优势，因为开源了，你问什么问题给他他也成长了。你加个，你又对他有什么建议，他又成长了。它就一直是在吸收，一直在膨胀，一直在长大。对，那它会越来越聪明。那这是开源的优势，所以开源会产生一种滚动式的修正。那滚动式的修调之后呢，它会更聪明，那越来越聪明。那这样的话，你所能够发挥的功能，所能够发挥的价值，是不是更大？这是第一个，我在看优。第二个，价格优势，因为价格优势它便宜，那便宜之后，你客户越来越多，客户越来越多，按照经济报酬规模。我的价格优势就出来了，因为大家都在用我的了。我本来刚开始少的时候，我的来源是相对有限。现在我走广的路线，我走大众化、普及化、普罗路线，我来赢你，那大家以后都用得起，都买得起，都享受得起。那这个价格优势就来了，而且会形成良性效益。越多人越用多的时候呢，我价格越低，越低我越有竞争性啊，大家都要来了嘛。那我就坐那边，我就要负责数钞票就可以了，因为大家自动就来，因为。价格来吸引，价格是看不见的手，它是一个市场机能决定供需，价格来决定供需的。那价格。第3个，我认为打破英文的优势，以前都是英文，现在不要了，你一个键过去啊，就是变成中文，你一个键呢变成正体字，一个键呢又变成我们讲到的简体字，一直变成你一个键就可以，那换算不要1秒，0.5秒就唰整个完毕了，好快啊，就好像。翻译蛙哥一样，你翻译蛙哥一样，就是这样啊。所以已经没有英文优势，慢慢被取代了。为什么？以前都要英文，你英文好，哇，你好有学问哦。你这个人是个大儒士，是个大学者，好像你英文棒就是代表全部。现在不是了，你英文优势慢慢被取代，这个 AI 都可以做，你英文优势不是优势了，电脑才是优势。所以我们来看，现在变成怎么样呢？我现在这个开源变成我是资料库，我有指标性。我是共享运算，在我这个大资料库，我是你的大脑，你来用我的大脑，我是超级廉价的大脑，你来用，你看那这样子的话，就英文的优势就慢慢被取代了。所以这3大优势会让这些 Kimi、这些 DeepSeek 来看的话，将来的前景是会逐渐凌驾，是凌驾，我们叫凌驾美国这些相关的这些我们讲的它的这些大脑系统。是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接下来关心到中国大陆的稀土核弹引爆倒数，尤其是来自于国际能源署最新示警说呢，6.5兆美元的产业恐怕都随着中国大陆在对全球稀土的限制而跟着陪葬，甚至可能会动摇欧洲跟美国国家的这个本土的国本哦。那么川普在这个时候还不敢对中国大陆翻脸，就是因为9月的习川会快要到来了。日本的部分，中国大陆同样限制。这个针对于日本的稀土甚至是氦气的出口，同样是没有牌可以打。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一次深入的剖析。一样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来做留言。如果您认为中国大陆这一次的稀土牌如果能够重伤美日，那么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要持续观察这个后续的效应，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做一次讨论。好，一颗比飞弹更狠的就是稀土核弹了，现在正在倒数。尤其呢，来自于国际能源总署最新发出了一个示警，他说呢，接下来啊就很害怕的是中国大陆再继续的全面恢复对于稀土出口的限制，影响的会是全球的下游产业，尤其他也点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就是6.5兆美元的产值都会受到冲击。这当中包括了这些高科技产业啊、国防工业，都因为没有稀土，必须要被迫停产。那么美欧会承受将近1半的冲击，甚至是动摇国本。而为什么国际能源署这么的担心呢？因为我们要看到中美的稀土管制休战期只会到10月份就会到期了。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大陆继续的在10月份之后加强对于这些美国的供应链再祭出更严厉的报复的话，那么美国恐怕会撑不下去了。尤其现在呢，中国大陆在过去这1年仍然是掌握全球90%以上。在稀土的包括分离啊、提炼、精炼、磁铁加工的技术。那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具体对于产业的影响性是什么？这一位就是实业家了，美国稀土新创的这个执行长，他叫做迈尔斯，他特别说到，现在市场其实是极度的恐慌的。他提到有许多的公司在示警说，再拿不到稀土，耶诞节前呢，他们的产线就要完全的停止了。那这位执行长也特别提到了几个在美国喊苦的这些关键产业，不管是在国防产业或者是汽车、半导体产业，他说都已经在疯狂询问现在的供应情况了。更危险的是，我们看到了稀土的价格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尤其是氧化锾在中国的报价1公斤只要7.88美元，但是我们看到欧洲啊，现在已经飙破了1175美元，价差高达了150倍，引发高度的恐慌。而为什么现在美国呢看到这个稀土中国大陆掌握住，而且他们还抱怨说中国大陆给的不够，但他们也不敢怒哦。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川普很担心会不会9月份这场习川会这个影响到这个习川会的举行，那么如果没有办法让习近平主席去访问华府的话，就会影响到川普接下来的期中选举了吗？现在另一方面，欧洲也想办法要自主化供应链，所以成立了紧急应变小组，也就是针对这个稀土问题中国大陆现在靠着这一把这个叫做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掌握更高的筹码吗？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美国的政府，川普政府的内部人员啊，这个胡说八道啊，就睁着眼说鬼话啊。为什么直接说睁着眼说鬼话？因为他有另外一个官员说啊，放话的那个人根本不懂的状况。他直接批评说放话给媒体的那一位也是不具名的美国官员根本不懂的状况。因为当时在2025年10月，习川会见面1个多小时，大概1个小时40分钟。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双方的贸易战再暂停1年，就是到今年10月。稀土这个部分，那么中国大陆并没有完全禁止出口给美国，但是要遵守中国大陆有关于稀土的管制规定，
这是讲得很明白。所以白纸黑字中就没有谈到有关于稀土的处理问题，因为稀土的处理问题当初讲的就是要尊重中国的稀土管理规制，而中国的稀土管理事实上经过国务院批准公布实施的。那它的规定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就是纯军事的是不可以有的，因为避免你拿去做军火，为祸全世界。所以中国大陆就比照美国，对于若干的这些物资会用在军事上的这些物资实施禁止管制出口，这是第一个规定。第二个规定就是军民两用的物资要经过审批，也就是说你这个稀土可以用在军品，也可以用在民品的，那你要经过审批。然后第三个是纯粹民品的啊，就是不会被用在军品这个部分的。纯粹民品的，那当然可以出口，而纯粹民品的出口，你必须要向中国大陆报告你的流向跟使用量多少。也就是说，你每一年你进口多少稀土，你用它来做什么，做出来多少，你使用多少，你要跟中国大陆报告，因为这是它的一个管制规定嘛。那这个规定美国也有嘛？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你美国有的制度我也有，那因此你美国也讲不了我，因为你讲我就讲你嘛。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好，那大陆就按照这个方式来实施的时候，那当然你可以看到了，像这个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他们就几乎都拿不到稀土了嘛。对，所以才会有 F-35的雷达做不出来，要用1000块的这个问题了。那美国埋怨就是什么？那就是在创造舆论，想要引导舆论给中国大陆施加压力。可是我觉得这套方法没用了。大陆就说你拿出证据来嘛，我们什么时候说军用的稀土你可以拿得到？那这个道理很简单，一拍两瞪眼。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没有谈判条件了，好，可以了啦。好，这个一方面是中国大陆针对于美国的稀土限制，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是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的限制，同样也是在这种稀土上面的限制。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是，这个专家直接点破了，说中国大陆现在谈判已经跟过去10年前是完全不同的。以前是为了发展争取空间，现在它是靠实力来改善外部的环境。赶快看到中国大陆这一波对于日本的冲击、产业的冲击，它从2月份开始出手，当时锁定的是日本的数十家日本的实业，那也包括涉及到企业跟研究机构。那6月的时候，中国大陆又再次的扩大打击，包括新增20家日本的实体企业，那直接瞄准日本的军工、高科技产业，像是包括了三菱重工还有它的防卫研究所。当然了，稀土背后牵动的还有日本最敏感的3大领域，包括了雷达、还有晶片跟军工。那掐断的是包括了这个乙镓、钨等等的这些材料。那日本接下来怎么办呢？其实他们也没办法，因为已经被限制长达半年的时间了。就算他们靠走私、靠回收靠自己深海开采，现在看起来都没有办法立刻的拿到稀土。预估可能 GDP 如果中国大陆全年断供，可能会减少1.3%。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次中国对这个日本来讲的话，几乎是毫不手软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当然，第一个是日本高市早苗上台以后，他想要企图恢复军国主义的意图非常的明显，甚至于在中日议题上面然后这个不停的挑衅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我们看到这次从这个不管是经贸方面或者是农渔产品方面，甚至于军事行动方面，都对日本的这种大力的反击然后要逼迫高市早苗收回他这种错误的言论。那尤其是在稀土这方面，更是中国大陆的这种重中之重。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对日本第一届2月份的时候，就对他实施10几家企业的管制出口，然后这次6月份更对他20家那日本来讲，它这个军工产业，它并不是独立的军工产业，不像美国来讲，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它是军民两用的。我们知道，包括三菱重工这些。所以，如果一旦中国大陆对日本稀土管制来讲的话，它所受到的牵连就不只是军事方面的军工产业，而是连民用也会受到影响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说中国对日本来讲，
之前的氧化锑，也是重稀土的一种。对然后因为对这个氧化锑管制，日本原来有3家生产氧化锑的公司这3家公司现在来讲几乎都已经是没有货源来了，那它是不是就要面临关厂？如果这面临关厂没办法提供氧化锑，那日本有关晶片的产业它就没办法做下去，因为氧化锑是做现在 AI 晶片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这要做不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日本这个急着想要稀土已经是不择手段了，他用了哪些方式？第一个，他想要跑到所谓虫子鸟礁这个南鸟礁那个地方深海里面去挖，可是那个东西是绝对是缓不济急的。然后第二个你这个就算是你挖出来，这个那你提炼、你运输都还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他想要从蒙古那边去找，那更是天方夜谭。你外蒙那边你去，你这个土你怎么样透过中国大陆怎么样运到你日本？你不能用飞机运吧？那成本有多少？第二个方式，他就想要异想天开他从回收冷气机里面去拆解。可是回收冷气机去拆解，第一个，你这冷气人家在用，你不能把冷气就直接把它拆下来，你一定要等到冷气机它受限到了以后坏掉以后，你才能够去做这些回收了嘛。那这可能是3、5年或甚至于更长时间以后，你才可以有这么大的量，才可以去收。那第3个就是用走私的，但是没想到走私这个管道也被中国堵住了。前一阵子传出说，日本有一些人想要借着走私的方式将这稀土转运到中国，就没想到被中国大陆在海关拦截堵下来。堵下来以后，这批人听说现在等着这个被查办、被法办。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从这3个动作看得出来，就是日本来讲求稀土是非常急迫的。可是中国在这方面，我认为是绝对不会让。因为你很明显的，你拿了这个稀土以后，你就要去发展你的军工产业。我们看到小渊进次郎说要发展他的这种对舰导弹或者是防空导弹等等这些，发展它的武器性能。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后来讲的话，应该是在这方面是绝对不会让步的。好，那张将军又怎么看呢？我认为日本它会走入这硬撑模式，它这个整个不会做战略调整，它不会走上道歉模式，跟中国大陆这边它的外交手段变一个灵活，变成一个能够走软的路线。我认为不会，我们可以从3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我们比如说这个8年抗战，日本是侵略中国，没有进出中国，没有讲侵略，战败没有战败。我们只是一个中战，就是这样，都是这样。他们靖国神社拜的这些战犯，把它神格化，他要把这个战犯拿出去嘛？没有，他们是神，日本的神，为日本他们牺牲，所以日本他不会道歉的了，他不会认错的了，他也你看日本从来没有向德国去学，先认错，然后道歉，然后赔偿，没有啊，他怎么会认呢？从历史角度来看嘛，不可能的啦，你要日本人道歉那不会的，他只会硬撑。第二个角度来看呢，从地缘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从地缘战来看呢，他现在拉了来抗中，拉菲律宾进来，就要拉印度，又要拉越南，要拉欧洲来抗中日本的这个野心是很大的他有认为他会去调整吗？我认为不会，他甚至要拉了菲律宾来瓜分台湾的经济水域就是这样子，他是绝对走到硬撑模式的啦，不会走上一种和解道歉模式，这不可能的啦。这个从地缘战略，那怎么办呢？那这苦撑待变，我们来看呢，第3个，这次中共打巨浪3呢，从浅色的弹道飞弹打出来的时候其实进入日本的时候已经进入太空了，日本还抗议，我说那时候已经在太空中了已经进入太空了，抗议什么？在太空中飞，又不是在这个大气中飞行。